2名顶尖的潜水员在完成潜水任务返航时，前方通道竟然毫无征兆地发生了塌方，回去的路被落石彻底堵死。而在寻找出路仅仅转身的5分钟功夫里，留在原地的队友竟然离奇消失在深水之中。100米深的洞穴，一条没有岔路的死胡同，他究竟能跑到哪里去？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夏洛克泉洞潜事件。故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南部的贝塞尔地区，这里有一个被当地人早年间称为印第安泉的地方，也就是后来在洞穴潜水界闻名遐迩的夏洛克泉。如果仅仅从地表看去，表面上只是一个直径约56米、水深仅有9米的圆形小池塘，然而在这片平静的水面之下，隐藏着一个结构异常复杂的石灰岩洞穴系统。洞穴的入口隐藏在池塘北侧的底部，潜水员进入后，首先要面对的是一段急剧变窄并向下倾斜的隧道。当水深下潜到达一定深度，约18米至50米左右的区间时，通道会突然向右急转。这个转弯的地方在潜水界被称为斯夸斯限制区或疤痕区。之所以有这些令人胆寒的名字，是因为此处异常狭窄，其宽度不到2米，每次只能勉强容纳1名潜水员侧身通过。不少潜水员都曾在这里受过伤，留下了疤痕。在地理学上，这种极度受限的地理环境被称为封闭洞穴环境。洞穴潜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在于你潜得有多深，而在于你的头顶永远压着几十吨甚至成百上千吨的坚硬岩石。一旦在地下通道里发生意外，潜水员根本没有直接向上快速上浮逃生的选项，退路只有来时的这一条。一旦这个唯一的出入口被落石堵死，将再无生路。因此，斯夸斯限制区也是整个夏洛克泉洞最为危险的咽喉要道。但只要通过这里，后方的通道便豁然开朗。执行这次勘探任务的是名为伍德维尔喀斯特平原项目的顶尖洞穴潜水组织，而比尔和帕克正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他们不仅是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更是现代技术潜水规则的奠基人之一。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探索夏洛克泉深处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分支通道，绘制新的水下地图。比尔与帕克带领着组织内的6名专业潜水员，总共8人，制定了极其详细的计划。下水前，他们连每一段路程需要使用什么混合气体，在每一个节点需要停留多久进行减压，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几乎做到了极致的周密。这8个人被分成了 A、B、C、D 4个小组，每组2人配合行动。第一组留在岸上的水面，负责接应和随时提供支援。B 组和 C 组负责提前下水，在入口不同深度的关键节点处放置减压备用气瓶，以确保深潜组在漫长的返程途中有足够的气体进行生命维持。而 D 组，也就是核心队员比尔和帕克，则负责潜入最深处，执行整个洞穴最终的勘探工作。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理解技术潜水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这与我们通常接触的休闲潜水完全是2个概念。休闲潜水深度通常不超过40米，而技术潜水则要深入更复杂的环境。比尔和帕克计划下潜到91米，这个深度会带来2个致命的威胁：淡醉和氧中毒。上午10点左右， B、C 2组率先入水布置减压瓶，10几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比尔和帕克也正式开始下潜，他们轻松地穿过了被称为斯卡斯限制区的狭窄通道，进入了开阔的主隧道。在这里，他们切换了深水专用的3混气，并启动了水下推进器。在推进器的帮助下，他们在巨大的瓦库拉大厅中飞速穿行。入水大约40分钟后，他们抵达了名为大峡谷的岔路口，按照计划转入更深的下一层洞穴，开始向左探索未知的领域。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帕克的水下推进器突然出现故障，比尔见状立刻用自己的推进器挂住帕克，强行拖着2人一并前进，这无疑加剧了他们的体能消耗和时间压力。在91米的深处探索了25分钟后，他们收集到了足够的测绘数据。此时，距离他们下水已经过去了近2个小时。2位顶尖潜水大师的体力不仅即将面临透支，还要时刻面对减压病带来的死亡威胁。但就在2人终于穿过小路，艰难地回到主通道时，眼前的一幕却让身经百战的他们大惊失色。原本清澈的水域变得异常浑浊，通道内漂浮着大量的沉积物，能见度骤减至不到30厘米。2人不得不停止使用推进器，改用缓慢游泳的方式，一边紧紧抓着引导绳，一边在黑暗与浑浊中摸索前进。游了10几米后，前方的比尔突然愣住了，他震惊地发现手中的引导绳消失在了一堆厚厚的沙土和碎石之中。他向前摸去，触碰到的是坚硬的岩石。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唯一的出口被塌方堵死了。主气瓶中的3混气已经接近耗尽，而他们赖以生存的用于潜水区减压的高氧气瓶却被放置在塌方点的另一侧。更致命的是，缺氧的症状开始出现，大脑昏沉。比尔强打精神，沿着引导绳往回游了大约5分钟。他回到了之前的岔路口，仔细检查了路径上的线标，
绝望地确认他们并没有走错路，出口确实就在左侧，那条唯一的通道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塌方。可当比尔回到被堵死的疤痕区时，却惊恐地发现帕克竟然凭空消失了。比尔的大脑一片混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分析，既然通道没有岔路，帕克的失踪只剩下一种可能。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股微弱的水流从沙堆中向自己冲来，他凑近观察，发现在沙堆与通道顶部的岩石之间多出了一条之前没被硬生生挤出来的缝隙。比尔瞬间意识到，帕克一定是因为气体彻底耗尽，无法再等待，选择孤注一掷从这里拼死挤了过去。此时比尔自身的气体也已经见底，求生的本能让他顾不上悲伤，疯狂地向那条缝隙里钻去。就在比尔的气体彻底耗尽的最后一刻，他憋着最后一口气，拼命拉着引导绳向上游动，终于冲到了水下30米减压点放置备用气瓶的地方。他迅速打开减压瓶，大口吞咽着救命的高氧气体，这才勉强避免了被活活憋死的命运。当比尔的情绪稍微平复后，他发现属于帕克的那个减压气瓶完好无损，根本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比尔联想到刚才钻出石堆时旁边曾飘过一个呼吸调节器，他猛然意识到那是帕克的遗物。帕克并没有成功逃出升天，没多久，下来查看情况的支援潜水员乔治找到了比尔。比尔向乔治传达了帕克死亡的消息，救援队连夜展开搜救，但在浑浊的水中只找到了帕克丢弃的气瓶和装备。直到第二天清晨，泥沙沉淀，池水恢复清澈，救援人员才在距离水面仅10米的洞穴顶部发现了帕克的遗体。他身上只穿着潜水服，没有佩戴任何重装备，静静地漂浮在岩层下方。事后，专家团队对事故进行了极其详尽的复盘。当比尔离开去寻找出路的5分钟里，帕克的气体彻底告罄。为了求生，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徒手挖穿了塌方的沙堆。那条救了比尔一命的40厘米缝隙，正是帕克拼死开辟出来的通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做出了一个潜水员的本能反应，脱掉所有沉重的装备，希望潜水服提供的微弱浮力能把自己带向水面，或许还有一线被同伴发现和抢救的希望。但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卡在了洞顶的岩层之下，而夏洛克泉洞穴因为这起事故被彻底封闭，不让任何人进入。